这其实很多客户都在问我们，你这个车凭什么卖80多万？啊，你没有大变箱，大点是我们开车开不了，后排也没有娱乐系统，啊，也没有什么躺着座椅啊、沙发舒适性。真的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开车的人，或者你去开过其他品牌电车，比如说理想、蔚来，你再开我们这个车，你就知道现在那些电车的话，更多就没有觉得，我们觉得车还是拿来开的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驾驶者更多，啊，你看，人格指数那里放好哦，啊，我们起步的话，这些都还是蛮柔哈，这个中后段加速的话比较舒服，你看坐好。应该能感觉到吧？好，切换一下这个运动模式哈。啊，中后段看起步一下就来了。啊，这车中后段的话，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定位的话是一个纯电超跑 SUV 哈 Electra， 然后这款车的话，价格的话我们是82.8万，然后搭乘的话是前后双电机啊，600多匹马力，0-100加速的话我们是4.5秒啊。然后这个车型的话，最主要的话就是在极致的驾控上面，我们采用的话是6D 底盘技术啊。说直白点就是急加速我们不抬头，急减速的话我们不低头，高速的话过弯，比如说我们100、120码过弯，这个 SUV 的话它基本上没什么侧倾，而且我们带的有 CDC 阻力可调，就过大的减速带或坑洼路段啊，我们车轮只跳一下，第二下就抑制住了。没有华为软件自驾这么高，但是我们这款车的话，怎么说哈，就是该有的一些配置都达成了有，比如说7颗激光雷达、34个传感器啊，以及在车机上面的话，我们采用虚幻式，然后双815芯片，识别都还是蛮快的。但买我们车的还有就是什么，第一就刚才说的品味啊、调性文化，第二就是什么服务，还有及后续的一些保障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车终身质保、终身充电不限量，而且我们这个车的话是吉利控股的，所以说后续的一些怎么说哈，就是一些就是维护啊，有些承诺的一些权益啊，它是没问题的啊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的话，虽然路特斯就以前的莲花嘛，就是中国晚知道人不多，但是确实它有品牌的底蕴在，就76年做跑车做赛车的啊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客户买，但前提客户本身也是一个喜欢有个性化、小众化的一些客户，真的啊。你要说电车只买个代步的话，我相信30-40万，配置真的都很高了啊。该有的动力一样能跑到3秒多。你看那个小米，啊，29万多，一样3秒多。我们这个车加速还没他们快，但是你说小米能不能哈？像我们这个车子哈，真的急速过弯的时候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有公交专用道拍照。那我们6D 底盘我说了，等一下可以演示一下，就是急加速我们不抬头啊，然后而且我们这个驾控好指向，然后模式的话是双腔空气悬挂，然后这边左边的换挡模型可以切换模式，分别有运动哈、舒适，然后以及经济模式啊、无重驾驶模式，你可以自由的一个去选择啊。通过这种模式的话，可以让你的车子的话，比如说方向盘呐、底盘呐这些，它都可以就是自动去调整。主动式底盘根据路况的话可以调节
悬挂的300软硬啊、米处自身有性这些违法和。公交专用的拍照。你们有没有这个对标的车型啊？就比如说相同的买这个车的人，他会。我们只对标这种价格的人，真的，因为像这种价格呢，它不是说对比什么配置。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款车，基本上竞品就是卡宴，因为卡宴也是这种大的 SUV 嘛，客户想要是不是？然后的话，还有就是价格肯定也是这种区间嘛。像我们那款轿车对标的话就是帕拉梅拉，啊对，基本上是保时捷。对，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品牌的话也是跟保时捷、法拉利嘛，调性这种要拉高嘛。也是让客户觉得我们这个车比较就路上少，有自己的风格，不会满大街都是。然后还有就是它开了过后的话，确实我们这个车驾控很不错啊。能下赛道的车，电车你想一想嘛 ，SUV 而且不夸张的说，我们120码这些过弯的话，300米处有违法和公交专用的拍照。以前路特斯的话，就是在空气动力学、底盘调校方面做的比较好。那这个车的话，有3款价格，一个 L 加72万8，一款 S 加82万8，就这款，还有一款 R 加加速2秒多、900多匹马力的，102.8万。SUV 加速2点多秒。对，那是确实很厉害。双电机，而且我们是双电机最猛的一款，900多。那这款的话是一个600多匹马力。但其实说白一点哈，加速方面其实对于现在客户要求，它真的并不是很多了。它其实城市里面你什么时候跟别人比较0到100加速啊？那我们这个车做的比较牛的地方，为什么说你要来看感受？就第一，我们起步的话跟传统电车不一样，我们比较柔啊，我们没有像传统电车一点电门就冲就出去了。我们更多的话是前期的话，就类似于油车比较线性的加速。我们之所以猛哈，就猛到中后段80到120啊，我们加速比较猛。主要还有就是我们的弯道哈，弯道的话稳定性，因为 SUV 的话过弯你应该知道，侧倾蛮严重的嘛，啊，那这款车的话，真基本上侧倾很小，感受得到，挺正。我等一下把轿车让你去开一圈吧。